大家好，我是阿恒。我还记得在早期的时候，我有拍过一集福建面嘛就有收到很多 feedback 讲味道其实是不错，只是面的问题。面呢就是用黄面嘛黄面的话它这那个碱水味就很重有一些肠胃不好的吃了就不太好咯再加上我们也很难在外面找到质量比较好的那种大陆面对吗？所以这一次呢，我就有打算再拍多一次给大家看，但是不是用面了，我们是用米粉，不错吧？米粉应该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好了，那话不多说，大家现在就来看一下我的这个福建炒米粉的做法，同样的也是2个人的分量哦。这里是100克的米粉，泡到来应该是够2个人吃的，你就用清水来浸泡，水加到盖过米粉就 OK 了。加好水之后，你就把时间调在一个10分钟，不要泡太久。10分钟的时间呢，应该是差不多是刚刚好的那个软度。时间到了就把米粉捞出来，放一边备用。接下来就准备一些炒米粉要用到的材料。材料方面呢，我就准备了一些虾啦虾你们就破背呢拿掉虾线就可以了然后留着尾巴比较漂亮嘛，炒出来。然后这个是瘦肉瘦肉的话你不会腌。你可以去看回我那个姜丝炒猪肉的那个视频里面有跟你讲怎样腌这个肉OK 蒜米的话就一定要的咯，你要准备多一点蒜米才好吃嘛，焖出来。还有的就是你们有买到鱼饼的话，你可以切一些鱼饼来放不用很多了差不多这样子就 OK 了。OK， 菜的话我用的是包菜啦你们可以选还可以用菜心，可以用那个中国白菜都 OK 的我是用包菜用手撕一下这样来撕一下就好了大概了OK， 然后拿去洗一洗。好，材料准备好之后呢，就可以开始了。上一次我们是把那个面拿来烫，对吗？但是这一次呢，因为面跟米粉的做法是有不同的，你们可以看一下我是怎么样处理那个米粉先。米粉的话，我会怎么样处理呢？就是拿来煎，把米粉煎香。煎米粉之前，先把锅热一热了才加油，这样就不会粘锅。有猪油的话，就建议大家用猪油来煎会比较香。猪油融化之后下米粉，米粉下锅之后，你就用铲子或者是用筷子也可以把米粉弄散。我是觉得米粉有这样子处理一下、煎一下，再拿去焖会比较好吃的，会比较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小动作，等一下我们焖好的时候，吃起来就有那种怎么说，就是有锅气的味道。广东话呢叫做鑊氣，不需要煎到很长的时间，就是你煎到那个米粉的香味已经出来了就 OK 了。米粉煎好之后，锅就不洗了，直接来吧。同样的，加适量的猪油。焖米粉的话，猪油我是下比较多的，煮出来才香。猪油渣的话，我是收在冰箱的，就没有当初那么脆了，所以我会再炸多一次给它脆。上到比较深色了就捞出来，等下我们会用到。来听一下这个声音是不是很脆 ？OK， 我们继续把瘦肉先进来炒一炒香。这种情况通常很多人都会问我，为什么不是先下蒜米爆香了才去炒肉？那我自己觉得呢，我的看法就是，如果我先下蒜米爆香了再炒肉，等到我的肉炒熟了，蒜米都已经焦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苦味，会影响整道菜的那个味道。当然，你的火候掌握得好的话，两者你要下哪一样先都 OK， 没问题的。猪肉蒜米炒香后下包菜，接着炒。加入包菜之后，你就赶赶的把火开到最大来炒香。包菜炒香后，加入蚝油和黑酱油。黑酱油的话，先不要加那么多，等下到后面颜色不够的话，可以再调。这个时候先不要急着加水，先给它炒一炒，把那个酱香味炒出来了才加水。翻炒几下后，你就会闻到很香很香的那个酱香味。这个时候就可以加清水了，或者是加肉汤也是 OK 的。米粉呢是比较吃水的，所以我水的量会放比较多一点点。
调味的话，我会下盐，因为米粉呢是没有咸底的。还有的就是一点白糖啊、生抽啊来提鲜，然后还可以加适量的胡椒粉来增香。汤汁烧开后，就可以把米粉加进来了。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可以转到中小火来慢慢的去焖它，让米粉可以慢慢的把汤汁的鲜味吸收。虾肉太早放的话，就怕煮到太熟不好吃，对吧？这个时候加进来，一路把米粉焖到收汁就刚刚好了。你要注意看，焖到差不多了，那个汤汁比较浓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来调多一次颜色。如果你觉得不够颜色的话，还有的就是刚才的那个猪油渣也加进来，留一点，等下可以摆盘用。把火调到最小，捞一捞，拌一拌，颜色均匀之后，直接就可以出锅了。来了，试吃时间。好，给你们看一下啊，看那个米粉，gila 啊，好像是吧？好像 polish 过这样子的，这个就是有用猪油炒的那个效果啊。来试一下啊！哇哦，啊香！哇！真的很好吃，我觉得那个米粉焖到，你不需要用力去咬了，就是它又有口感，你又不用力去咬就蛮适合大众的不管是从小孩到老人家都可以吃那个味道又很不错，就加猪油它就滑滑的那个味道最重要你焖够它，焖够入味。你在焖着这个米粉的时候，一定要有一段时间，不能讲下去好像干捞面就是上来了，这样就不太好它没有入味嘛，你就。中小火焖一焖，给它那个味道进去米粉里面。好了，总结一下如果你们是在焖的时候，你们是用清水的话，你可能蚝油你就下重一点，盐蚝油生抽下重一点去平衡一下那个味道。因为我是用肉汤嘛，肉汤我们调味就不用那么重。OK， 好了，那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希望大家做出来会很满意我的这一道福建焖米粉。谢谢，我是阿红，我们下一期见，拜拜。